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直播。恭喜大家，今天就是我们的立春了，也就是堂堂迈入我们的岁次甲辰年。这甲辰年呢，也就揭示了我们2024的开始啊，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的怎么样准备跟迎接挑战的一个时候了。所以昨天晚上老师真的睡也睡得不是很理想啊，半夜都一直惊醒啊，就觉得啊，这个年岁啊，真的是要做很多事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希望大家哦，我们先把过去我们所提供给各位的奇门纳吉，还有我们的奇门纳吉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那个方位的问题啊，我们一开始先把它解决了。那我们来给大家加载先安顿好了，那我们再讨论其他事情，好吧？哦，感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好，感谢 David 啊，感谢 David Wang 哈，感谢您的赞助哈，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先一开始哈，这个很多朋友一直跟老师谈啊，就是说啊，这个那个奇门纳吉啊，它这个方向要怎么样去看？还有就是说啊，你这个我们的那个三煞方跟五黄方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哈？那这个东西啊，老师一样哈，我们拿一个图来看哈。各位记得啊，我们在看方位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呢？你要把家里的平面图像这样子把它画出来。哦，这个要看清楚哈，这个老师已经把它图弄出来了。所以说呢，把你家的平面图哦，如果你是业主的话，你在哪你一定会有平面图。那如果你不是业主的话呢，自己画一张，好吧？像老师也租房子的，对不对？那你可以自己画一张，但老师不用画了，因为我会看罗盘，所以说我比较不需要画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不是老师这种职业的话，那请你把你家的平面图啊，或者你自己画一个手绘一个平面图出来。比例尺不用非常的准确了，因为你要准确的概率是自己手绘的准确概率是比较低啦。你看这个是比较难的事情，但是一般来讲，我相信哈，很多朋友他自己都是业主了哈，你租的有时候也会有平面图了，那么你就把它拿出来哈，把你的这个房间的窗子四周围哈，像老师这个东西啊，框框是框在哪里呢？我这个框框啊是框在它的边缘，有没有看到？它左右两边的墙壁哈，来延伸出来到最顶端。那当然，老师下面的地方啊，老师下面这个地方啊，哦指不到哦，最下面这个地方该怎么指比较对？哦，最下面这个地方啊，这条线，哦这条线它可能可以缩进去一点啊，你自己把它平均分成9宫格就可以了。因为老师刚才是用手绘的哈，开始线手绘的。所以说它绘的可能不直，你这个可以把它往上一点，那一样把它分9宫格，一样到最边的地方有没有？你看左右两边是不是黑线，代表它的边界了？所以你把你的框线啊用在边界地方就可以了，然后画一个正方形。老师这个可能不是很正啊，哦，大概就不是很正啊。但是你要画成正方形哈，不要说是说啊我全部贴墙壁，那就变成一个长方形，或是你是一个很奇怪的梯形，不是哈，你都是一样拿最远的边界哈，上有顶下有顶的地方。然后你把它变成一个正方形，因为你只有正方形，你才画得出一个精准的9宫，一定会超出去的啊，一定会超出去的。然后当然也有朋友啊，一直很多朋友在问了、老师，那我如果有个框框啊，比如说像这个图，我指不准啊，上面是不是它这边是不是空的地方，它已经超出我们家里面了？那这个东西如果它这不在我们家里面，但是又在我们9宫格范围里面，那它算不算缺角？缺角的问题要怎么去处理啊？这个其实老师这一阵子还蛮多的粉丝朋友啊，或是一些贵客啊，一直来问这个问题。老师这边答疑一下哈，这个房子啊缺角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不是四合院，那你过去有四合院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是说你的一个房子啊，它那个里面一定有左厢房、右厢房，对不对？还有那个中堂。那你过去你一个四合院里面，你才方方正正的是一个宅子。但是你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的东西很多都是社区啊、小区啊、大楼啊，对不对？那你一定会有挂载电梯，你挂电梯的地方的时候啊，大概就是2户夹了一个电梯，或者4户夹一个电梯，比较少电梯是没有占用到我们房子的空间。因为一般来讲啊，你除非你一整排哈边边都是电梯，这个百货公司才有了，一般的住宅很少见。一般来讲，电梯井都在中央或到中央，那房子的中央，但是我们会认为说它在我们的某一个角地方，因为你四个边它会围着这个电梯井来去做运行，所以是说啊，这个缺角就不用再去在意哈，因为它空了就是空了啊，你不空才奇怪啊，那个空了没有关系，你不用想办法特别去补它啊。这个过去啊，我们师傅是有告诉我们，你可以用其他方法去补，但是老师这个十几年啊，这个实战经验告诉我啊，这个你不用去补它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要补它呢，只是花个钱，那不能说师傅讲是错，这样我好像没有尊师重道。就是说，实际上它的作用并不是很大。那如果说老师的师傅告诉我怎么样去补，我这边也跟各位讲一下。如果你要去补啊，然后你有2个方法去补。第一个啊，就是说
你在那边放一个，但是不是很建议啦，哈，不是非常建议的方法，就是说你在那边放一个麒麟彩八卦，不过这个老师不建议哦，麒麟彩八卦可以放在那个最边角这个地方，我指错了，好，最边角这个地方啊，你可以放个角落这个地方。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拿一个黄玉球，就是我们用的黄玉嘛，那个很便宜那个黄玉，它那个球状的，那下面会有个台子，对不对？那你缺角的话，你就缺的那个角，它一定会有一个90度嘛，那你就它各90度的两个边角的地方啊，你就各放一个黄玉球。但是呢，其实我还是觉得啦，哈，我们实际上来去操作的时候啊，这个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我个人觉得啦。那为什么师傅这样教呢？因为他有卖这个东西，在他的台上有卖，他的台上有卖这个东西，所以他这样就告诉他的客户。但是呢，我是觉得，因为我不怎么卖东西，我只卖我自己刻的那个名誉系列，其实基本上其他东西我也没在卖，所以说实际上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度。所以你缺角就让它缺，然后那个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他说如果缺在三下方、五黄方有没有问题？那正好你刚好不会有这个问题，对不对？你三下五黄就可以避掉了。那如果缺的刚好是你的旺气方会不会有问题？那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个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只是那个地方没得使用，但是呢，它不会给你造成什么负面的影响。好，这个各位你有问题你可以现在讲出来，我们花一点时间先把这个事情先了结了。好，我们接下来讲其他话题啊，比较不会有这个旁边有很多人出来问，那就不好。所以说你看了这个平面图就会有缺角的问题，那个不用再去影响，因为它最后的是一个造个后阳台嘛，对不对？这地方这个应该算是后阳台，然后这边算是进入口嘛。老师网络上随便找的，那不是我家哈，我也没买房子哦，这算入口嘛。那这个地方是它后阳台，对，看那边还有一个煤灶，对不对？它这边有缺角哈，那边有，然后另外一个相对的地方，它是不是就空个位置，像空王位，那个没有问题哈，那个不会影响。那这个我们在谈这个九宫内壁的时候啊，东西南北方你一定要去记清楚，你不要只看老师的这个频道上面哈，已经标了南方在上面，说你上面就一定是南方，然后下面是北方，不是，那个是我们再去习惯在做的时候，因为后天八卦它是带九履一，就是南方在上面，然后一个什么北方在下面。好吧，这个是后天八卦的排法，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做这种命理的，会习惯的是上下颠倒、左右互换，好吧？那个是我们的习惯，因为它是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一个相对的一个世界，所以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啊，就会习惯是上下颠倒、左右相反。当然，也有人是上下帮你们调回来了的老师也是有。那所以说你要注意看老师给你们标注好的东南西北，然后再配合你自己家里实际的东南西北，去放东西。像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地方是西方，好，那不是哈，这个地方是这里面的东方哈，因为我们的左右会相反。所以要注意到这个影响，在这个我们的给你各位的那个图啊，平安镇宅自煞符啊，自煞图了，不能算符，因为符藏在图里面的。那这个东西你就贴在西方三煞方啊，三煞方贴那边是可以安抚三煞方的。那很多朋友来问说，老师，那我要去钉个相框啊，或是做个什么样的装潢，我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哦，那是有问题的哈，那是让你平治的时候，你可以帮你治煞，给你保平安的，等于是一个安抚的作用在，不是叫你是说你贴了之后你就天下无敌，三煞对你来说就是小儿科，就是弟弟啊，不是这个意思的哈。你三煞方你还是要去按照老师原本的建议，三煞跟五黄方都要去去注意他这个问题啊，这个虽然是五黄方了，讲错了哦。所以是说，各位你要先把它安好之后，然后呢，你这个三煞方是南方，那这个东西啊，你就会就两个地方都可以去贴。那如果你是很多栋楼的，比如说你有3层楼的，像老师租的是透天厝，那我这边有3层楼，那3层楼的话，我是每一层都要贴，也不用哈。如果是都贴的话，其实也不用了，变壁纸了。所以说你就把它放在一楼哦，一楼的进门大门的一楼哦，那你去贴西方跟南方就可以了。如果真的要选的话，两边还是都贴一下，反正硬给你们免钱的嘛，对不对？能的话就多贴一下。那可不可以把它放在相框里面啊，挂在墙上呢？那是可以的。所以老师给你有6寸、8寸、12寸，这些都是相片的尺寸。你彩色列一列出来，要彩色哈，尽量不要用黑白的哈，尽量都是用彩色的啊。黑白它其实效果会比较差一点。老师的配色跟它的比例都是有精心的去设计过的。只是我没法跟你很解释说为什么我要这样设计。事实上，这个图啊，我跟金老师是煞费苦心去设计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就尽量是用彩色的哦，它有它的力量存在。用黑白的不是没有用，就是打个对折应该是有的啦啊。尽量你还是一样是说用彩色的地方去印，那就贴在你的西方跟南方啊。这个东西先把它安置好。那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哈，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那就其他就没什么太大的注意事项。那如果是说你真的是睡到一些比较不好，比如三煞五黄或者病气方，那年轻人比较没什么问题，比如说小孩啊，小孩睡比较没什么问题，他顶多早上比较容易赖床啊。其实就算给他睡旺气方，他也是会赖床啊。我告诉你，当学生的每一个都会赖床，我以前也赖床啊，对不对？传到我小孩现在也赖床啊，都是会赖床的，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小朋友他的元气是比较够啊，可以顶得过这些三煞五黄或者病气方，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那个地方是老人家住的地方呢？那当然我们里面有教你怎么化解，你就按照那个模式去进行就可以了啊。那个是不用太在意哈。这个按照我们的风水轮流转啊，我们这个九宫飞星的一个做法，那保平安是一定没有问题啦。那最重要就是说，你不要每次去三煞方跟五黄方去敲那个钉子啊，或做什么事情哦，那个尽量是不要。那你挂相框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定要敲钉子呢？不用哈，你拿一个无痕挂钩用粘了就可以了。你那个相框应该不会一个相框20公斤重吧？应该不会吧，对不对？你一个相框大概了不起就是500公克，是不是？应该不会到1公斤，对不对？像那种粘的什么3M 的那个无痕挂钩，对不对？你贴上去，隔天再把它挂上去就可以了，是不是？那原来你接下来的那个之前去年那个零路号，你就跟着金子一起化掉就可以了。你不要把它吃下来揉一揉丢垃圾桶，好不好？哎，他们路都会有沟通的。他就说我去年被丢垃圾桶，今年不要理他了，是不是？哦，跟金子化掉就可以了，好吧？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我们接下来的时候，你比较有心的话，你跟他拜三拜，说感谢你在癸卯年给我的保佑哈，谢谢你，感谢你哈。那就让他下班了，好，就可以把他接下来，然后再挂新的上去就可以了，好吗？不用供他茶，你也不用给他烧贡品，不要上贡品，也不用早晚三炷香，都不用，好吧？这个灵禄这个东西啊，我们都是有跟上天请示过的哦。但是呢，你不用像按包一般的神奇一样哦，就早晚跟他请安，这个不用哦，贴上去就贴上去了，也不要给他怎么敬茶，都不用，好吧？都不用啊，就让他那边能够默默的守护各位就可以了，好吗？不要在他面前打小孩骂老公啊，其他都还 OK 啊。这个鹿嘛，它比较胆小一点，一个吉祥的象征，鹿是吉祥的象征，但是他很怕吵啊，就不要那边去大小声啊、骂人啊，或者吵架啊，都不好了。家和万事兴嘛，这样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好，关于这个室内的安排，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什么问题，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好不好？如何选日子来搬移动家宅的方位？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看方位的时候，你就直接翻老黄历吧。网络上都有老黄历啊，那个老黄历啊，就可以去找一个不要是月破、大号、小号、大红杀日哦、破日这几个日子，不要你看着。我告诉你，这老黄历啊，既然可以流传这么久啊，就很简单，你看起来它就不是什么好字眼的，对不对？哦，什么白虎什么的，你看了觉得它就不是一个好日子的时候，你就不要做这件事情，好吧？你就不要去搬那个家具。那你翻老黄历看起来就是以什么？啊，都记的话，就只有记什么，比如说他有可能记什么，记几个特别的生肖，或者是你不要去坏元，就是你去打那个房子啊，那你其他都 OK，他只要不要月破大号、大红杀、小号破日啊，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问题，好吧？这个注意哈，这个宜家具这个事情就按照这个流程来就可以了，不要去贴，不要去盯它就可以了，好吗？西方跟南方都要贴嘛，能的话你就贴嘛，反正你贴大张小的都可以了，好吧？就反正印的那么漂亮，我们都把这个东西看起来不像符，对不对？它里面是有藏2个符，但是呢，那是太岁符，那既然看起来不明显，那看起来也蛮喜庆的，对不对？那你就尽量能的话就西方跟南方贴一下，因为毕竟今年啊这个年份比较不好，所以说我们还是就保平安一下了，好吧？反正不用印你们自己几十块而已，几块钱而已，好吧？这个别的东西各位自己用就好了，好吗？如果没有金子的话嘞，啊对哈，有些在海外的你没有金子的话，那么你就直接把它朝外的朝外面这样阳台上啊庭院里面哦，那你先拜三拜，就说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有金子，那一样哦，那先请你下班了，要不直接烧坏了也可以了，好吧？有些地方真的是没有金子，那也没办法，好吧？那就直接就把它烧化了，不要把它揉一揉丢垃圾桶哈。我再跟你讲真的哈，不要揉一揉把它丢垃圾桶，你就点个火把它烧化就可以了，好吗？它这个不会造成火灾，你好好看着它，拿一个杯子拿一个碗，对不对？你不烧化了，然后灰烬就可以丢掉，没关系，灰烬可以丢垃圾桶啊，那没有什么问题啊。记得你灰烬你要记得不要让它有火花哈，弄干净了啊，完完全全的你就可以烧着灰都没有问题，灰你要怎么丢都可以了，好，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吗？手机版无法完全呈现在手机桌布，可以吗？那个只是好看而已啊。其实手机是不用按照这个正宅这个正宅符啊，正宅太岁符啊。那手机呢只是好看的，其实那个没什么关系啊。因为去年有的时候很好看嘛，
哎，那今年我就可以做手机版，那其实没有用也没有关系啊，那个手机版没有做没有关系，只是一个贴图而已，好吧？手机版就只是贴图，因为它必须要在家里的特定方位啊，我们是有请示过的哈，这个特定方位它才会生效。手机版也是可以保平安，但是就是不太在意这件事情，好吗？那个路没有关系啦，好，那路没有关系，那个手机版那就只是各位看的好看就愿意把它放就放，好不好？你放老师也不会赚钱，没有版权使用费，喜欢看就放进去，那没有就没有差，好吧？那个是没有关系的，好吗？啊，关于我们的室内格局，我们要贴那个福禄的问题哈，各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要继续下一个阶段了哈，因为我们各位朋友来，我们还是要讲一下我们大家问的主要内容吧。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这个就结束了哈。那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吉门纳吉哦，脖子好酸，再歪一边，脖子好酸。这个是吉门纳吉哈，来各位哈，我们看这吉门纳吉。好，老师拿这个是紫禁城哦，紫禁城哦，好，紫禁城它中央是不是？它这边是不是有个中央？哈，中央就是这个中央，老师框起来就是紫禁城的正中央。为什么把它框起来呢？因为它这个目标比较大，我实在是没办法用一个房子，它就可以示意图，没办法。那个整个亚洲最大房子就是那个就是紫禁城了，没有人比它更大了，好不好？所以拿它来实验。好，那等于说这个紫禁城呢，就当做是你的房子，好吧？各位都是爱新觉罗某某某，大清朝的遗子遗孙，好不好？那个中间那个地方紫禁城代表是你的房子，你的房子在中间那个框框里面，记得你在奇门纳吉的时候，或是你在看其他户外风水的时候，这个其实应该放在专业课程里面去教啦。但是，没办法，我老是觉得我要宠粉一点，对不对？大家跟我跟5年了，是不是？那个，你自己看户外的一些峦头的时候啊，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你自己的房子啊，一定要在那个中东最中央，好吧？那个最中央的地方是你的房子，然后再排出这个9宫格。这个9宫格其实基本上啊，不要把它画太大，你知道吗？你放为什么老师说奇门它这个距离是有限的？它其实是有它的逻辑在的，因为你把这个图啊，把它放的太大，那个框框放的太大，我告诉你，你一定会走偏的。我告诉你，你以为你是走的是西方，到最后你走的变成西北方，因为它格子变大，那个不成比例的东西。一般来讲，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都会是在10公里以内啊，大概6、7公里是极限的，也有到3公里而已。所以说，你不要把自己的那个范围拉得无限广大啊，无限广大。那这样子的话，就基本上你路很难走得准了。路子很难走得准。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呢？好，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比如说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把它拉大哈。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哈，这个东西啊哈，假设这个故宫是你家哈，假设故宫是你家，好，那你今天假设呢，你要往上方假设上面是北边，好吧？所以这样上方是北边，景山公园，好吧？那个景山公园如果是你要去的地方，那你就先点好这个地方，你确定你在它的方位是你在9宫格以内，而且是最好越偏中间越好。我们在奇门纳吉的时候啊，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位置那个方向一定要走对，好，一定要走对，一定要走对，很重要。我一说3次，方位一定要走对。你过程你可以先绕一个圈圈，这一样啊，沉默的地方，然后怀抱着你自己的愿望，那一直往那个地方走。中间你没办法直线去走，就算你在紫禁城一样，你也没办法直线走到景山公园，因为后面的神武门好像是没有开的。那你一定要得从午门出去，午门出去绕一圈，然后到景山公园，这个没有关系，这个也不是这个所谓的公里数，它是以你跟这个点的直线距离，好不好？比如说这个要你去景山公园，那代表是说你人从故宫到景山公园的直线距离是多少，估个大概就可以了。我们这个就没办法很准，估大概就可以了，因为最后你是要往那个方向去收它这个方位的力量。所以是说，你就一定要大概去知道你自己出发点跟你终点它的直线距离大概是多少。其实基本上你现在就算是网络地图，无论是百度或是谷歌，它都有比例尺，它都可以抓出来大概是你那个距离大概是多少。所以说你按照那个方位去走，那你就不会走错。这懂老师的意思吗？你把它在9宫格之内，然后你定的方位最好是放在那个最直线的地方。它是西北方就是西北方，东北方就是东北方，西方跟东方就是东方，南方就是南方，北方就是北方。你不要来问老师，那北北西可不可以？那或是北东北可不可以？我就跟你讲，你是什么方位，你就往哪个方位走。你偏一个可不可以？如果偏可以，我就告诉你，你要往北北西走或北北东走。但是我叫你往北方走，你就不要跟我讲那个西北西北西北。
啊，这个我知道你的知识量很够，但是这个会弄死老师的，好吧？不要把我弄死了，大家以后就没有这个东西可以看了，气到我脑神经快爆裂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就记得哈，记得是往固定的直线方向去走，但是过程你可以绕啊，比如说你到景山公园可能只有1公里，对不对？直线公里1公里，但是你绕一圈之后，你发现你要3公里，有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因为最后收这个力量的地方，结尾的地方是距离在1公里。好，那刚好在这个3公里范围之内，那你就可以停下来，好，在那个地方喝个水或者做任何事情，滑手机都可以，待满1刻钟你就可以离开了，你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好吗？这个方位的东西啊，这个是学问。好，这个原本是要付钱你才有的学问，才可以得到这个知识点的哈。这看方位这个东西啊，是一个细活，好吧？这个基本上是要付费才可以教的东西，好不好？这个记得哈，你自己要去的距离不要框表画太大，按照比例尺一定的范围之内。那当然，有人也是说，老师，我在初五那天，我附近没有财神庙，哎，我住在芬兰，好吧？芬兰有没有财神庙？没有，好吧？那个方圆100里之内就没有什么财神庙，对不对？唐人街就很不错了，能吃碗炒面，这个喝个火锅汤就很好了。然后你要怎么样可以让我有财神庙呢？就没有。哎，上天很公平，没有没关系，你一样往那个方向走。到点的时候，你只要来祈求那个财神爷，好，然后你怀抱这个希望跟的梦想，然后请财神爷来给你做这个加持跟庇佑，诚心诚意的啊许个愿，然后拜，然后这样去拜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个也算是我们有礼敬到神，因为神在哪里啊？神是在心里面，神在心里面，你的心眼口耳鼻口。这个你心在崇敬我们的神佛的时候啊，他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祈愿。那不是说你一定要在那个庙的本身，庙的本身为什么老师说一定要去那个地方的庙才是庙呢？因为我们人是很视觉的动物，你看到财神的时候，你就那个观想的力量，你的思想的力量特别特别的强大，对不对？我们是一个看象征性的，对不对？哎，所以说，既然看到神像，你会觉得特别欢喜，或者特别的感到殊胜啊，所以说它的效果比较好。就像大家的意念的那个地方，它当然效果是会比较好的。但是你真的没有财神庙没有关系，一样朝那个方向走，往哪个方呢？反正就朝那个方向走，然后衷心祈愿一下，这就可以了，好吧？这就可以了，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奇门纳吉老师1年只会讲1次啊，因为一般来讲，这个奇门的择吉这个事情啊，不能一直公开哈，这个帮到坏人就不好了哦，因为老师没办法筛选我的观众是好人还是坏人。那当然我希望大家都是好人，但是有些事情不能太过介入，所以说老师也没有把奇门纳吉这个东西，或是奇门遁甲这个东西放在我营业项目里面。要做营业项目，择1天，择1个日课，那就是36000块台币起。但是我也不接，你不要来问，你有钱的是我不做，好吧？因为这个东西啊要筛选人。奇门啊，它是一个可以决定一个战场生死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像张飞。《三国演义》的张飞，他就是用奇门的高手，所以你看张飞他打仗啊，很厉害。他最后如果不是范江跟张达，我告诉你，东吴真的会被他打得屁滚尿流，对不对？因为他很懂得奇门的阵法啊，他打仗的部分啊，兵奇门他很强，不代表他这个算命很强，他是兵奇门他很厉害哦，他的金关八锁阵啊，什么那个很厉害。为什么叫八锁？因为他就8个门呐、哦，他是非常厉害。那个别人以为张飞是大老粗啊，没有，人家一手娟秀的毛笔字啊。写的真的是下叫，对他文学术非常非常好，真的是说他是老粗的，只是《三国演义》给他写的，实际上人家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人，好吗？那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没问题，我们就要结束了哈，看各位有没有问题。科技妹来烧话吗？可以，好，科技妹来烧话。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继续下去了哈。我们继续下去，我们今天这个事情补完了哈。那没有问题啊，有问题就问，没有问题就赶快过了哈，不然就看不完。来，赶快看200多个人点喜欢按站台82次，是不是？我要学郭正亮一样，给他吹一下，大家加油一下，是不是？哎呀，给他点个点嘛，点一点让老师开心一下，好不好？好，那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我们就把它先终止掉哈，不然的话我花太多时间在这个上面。好，记得哈，这个奇门纳吉啊，1年1次啊，各位希望各位结缘啊，大家珍惜一下这个难得的日课，好吧？这个老师自己平常会不会用奇门日课？看状况，遇到大事的时候，我还是会用一下的啦。至少我不用付给我自己3万6，是不对？我还是会用一下的啦。好，有时候真的啦，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想偷吃步的时候还是会，好吗？如果从公司作为起点可以吗？起点没有差别，好，各记住一件事情，奇门的起点没有差别，但是前提是你在那边待的够久，至少最好就是1个时辰2个小时，然后你在那边待2个小时，你的太极圈了，
那个人气才会开始扩散起来。你不能是说我为了要往那个地方走，所以说我匆匆忙忙到了之后，说我要开始出发了，这边待不到15分钟，那不行那个太极圈没有形成出来。那如果是说 David 说你要从公司走，那公司因为你们待了很久，所以它里面有你们的气场，所以你把那个气场拉出去的时候，那它是有效果的，好吗？不用你初五那个真的是很舒适的日课，但是你不用特别去找财神庙，然后去七早八早那边等哦。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这么做了，我也不反对了因为有朋友好像留言说他离那个财神庙十几公里，就不用这个，既然是好像是诚实去嘛，7点去，那你不要5点在外面守也不好那就自己说朝那个方向移动就可以了时间范围到就可以，不一定人一定在财神庙里面，好吧？你的心问心心有到，那你这个神就听得到，好吧？这很重要的事情，好吗？把家当起点可以在哪里当起点都可以，你在哪里当起点都可以，你能在哪边待得够久，至少2个小时就 OK。家里当起点也可以，家里待最久嘛，对不对？你刚睡起来睡了一整天，然后呢到那个地方你7点到9点，转8点出门，是不是？那你这个地方出发就可以你就可以取得这个东西。记得你的位置一定要对位置一定要对。那真的是有些人真的很爱抬杠，老师我往北西走可不可以2个北1个西，那是北西跟北方是一样的意思。哇，你得哆来咪发嗦，好吧？这个我不讲了，反正我也没收你钱。你要跟我搞这个龙套话，你要跟我抬这个杠，然后我也不理你，是你没拿到，干我什么事？有些真的爱抬杠，真的昏倒，气死。好，那没有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花很多时间了，我们还继续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题目哈。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到台湾现在是一个新的一个景象包含我们的前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前高雄市长，现在变成立法院长。那他当立法院长各位其实这应该是民进党最大的挫败。为什么？因为立法院长在我们的中华民国境内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二把手皇上。立法院很多事情它最主要事情就是审理的预算，还有去监督你的政府的施政。所以是说在过去8年基本上立法院是一个橡皮图章，然后就是民进党说什么就可以过你要去协调什么东西别人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说你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监督的比如是说某某的什么占预算某某的房什么预算几千亿的国债去举借，几千亿的花出去，然后呢没有办法，因为他都通过就通过。那呢现在这个状况就比较困难了就比较困难了。为什么？因为立法院审预算的时候这个白色跟蓝色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人家说白色是关键少数所以他会比较怎么样呢？他可能是柯文哲先生，可能他之前说他自己是墨绿嘛，所以人家说担心他是不是会慢慢跟民进党靠拢。那其实各位要注意到一件事情那个民众党他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法委员他是比较难跟民进党靠拢的。那个人是谁？那个是黄国昌，你知道吗？黄国昌这个人他之前是中研院的嘛，所以说他这个人之前质询的时候虽然他和打马英九打乱七八糟但是他实际上他在做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他是很完整的。所以他要他去同流，不能同流合污这样讲不太对，就不公正。就是说你要让他很容易去放水，因为党政理念很容易放水的话，那对黄国昌这个人是比较不会的这个其实在过去各位可以看到他过去执行的内容其实他还算是可以就事论事，可以去监督别人的人那加上国民党自己有本身的一个票数在本身票数在，所以是说未来这个台湾的一些预算应该可以看得比较紧有一些歪七扭八的一些奇怪的单位或奇怪的预算这应该是比较难去怎么样难去通过的。那当然我们韩国瑜院长他当选之后他第一站就是拜访这个之前的该说是有人称万年老狐狸，就是王金平先生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这个东西王金平可能没有想到这个他失去了马英九之后马英九庇护之后他就被民进党打成落水狗了。这个其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如果知道会有这个下场，我相信他当时不会那么轻易放过让这个民进党那么快就上台不然的话他还想是说是民进党会拱他当做立法院龙头，这个也没有，对不对？他也是被整下来了。但是这个需要安内攘外所以说韩国瑜他就拜访了王金平让这个世代交替还有他的一个正当性还有地方的派系都可以把安纳的很好。这对于两岸之间有没有影响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在去思考这个问题韩国瑜当上立法院院长，那是不是那个政府还要倒行逆施，要去走法理台独，是不是很难？的确很难因为立法院不是执政党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宣布独立，因为时间他们已经上任了，2月1号就上任了，所以说他们也没办法这可以确定的就是说
哦，这未来的8年、未来4年，是不可能有宣布台湾独立的可能，因为立法院这个地方可能就不过关了。所以说，他说他要台独基本上就是假的，因为他可以在选完了那个什么总统选完，他可以立刻准备宣布台独也可以啊，不行啊，那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到现在这个问题啊，人就说这两岸之间就会缓解其实不会各位老师还是跟各位讲，其实是不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要不要统一的事情不是我们决定的还是一句话，这个台湾谁当总统其实都没有影响，总统谁当都没有影响，哪怕是今天是假设最糟的朱立伦都当总统，好不好？那个也不可能会对对岸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他要统一的一个概念去进行，那个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所以说，台湾你再怎么样是谁上台，谁当立法院龙头，或是谁要去做什么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延后让对岸去要进行统一的一个决心。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他们要为了未来30-50年，他们要做好了一个领土完整的基础打算的时间点。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共产党他们做事情你要先明白他们的一个做事的逻辑。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选举的问题。所以他们所有政策不会只看3年4年，不会的，他们很多政策一下去至少都是10年的眼光去来进行。比如说像他们的一个大笑话叫做紫光，对不对？紫光这个事情，难道他一开团然后就开始就贪污，然后2年之内倒闭吗？没有，他也拖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他给时间，让他时间去运作，然后去看看这个状况怎么样就给那些贪官污吏还有一些奇葩人士在那边上下其手。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运作一大堆烂尾楼一大堆的一些亏空款都在里面，是不是？他这个也做不起来，也垮台了。而当时那个时候我不是说现在未来也垮台所以说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他做的事情共产党要做的事情他知道他们因为没有这样子的政党轮替的一个问题你说他不民主也好，你说他霸道或是独裁也好，这不关我的事情，因为这我只负责评论，我不管他们实际怎么去做。所以做了他就算是民主也不关我的事情，因为我没办法参与他的一个游戏。所以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很简单，我要做下去就是一直不断的推进我一直不断的，比如交通建设，任何一切事我都要推进。所以说他们既然决定了他两岸统一是他们的必经之路，而且他们并没有在做观望，那么这件事情只有执行什么时候执行到位的问题，而不会有你台湾你什么样状况的问题。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一群羊一群羊里面谁是那个羊群的领袖不重要，重要的是农夫今天要嘎了谁，对不对？谁要把它嘎了去卖肉不管你这羊的领头羊是谁，都一样，该嘎了这就嘎，我也不用问你羊的意见。这羊嘎掉，你这个领头羊有没有意见呢？没有在问你的吧，对不对？一样把你嘎了，所以说那个没有什么影响。这个其实台湾闹了很大的一个风风雨雨还想再罢免这个立法院院长，这种荒谬的绝伦的事情都会有这个声音出现，但是实际上这个对岸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包含我们看到什么，它的一个 M503的航线飞行的一个航线的之前的偏置这个地方，它把它取消了，就是说他们以后的航线可以越来越贴近我们之前所谓的海峡中线。但是它这个航线是本来就有的本来就有的，它只是没有去做使用。但是人家现在决定要去把它恢复成原状，然后开始使用。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申请让那个国际的那个飞航组织，让他去说这个航线属于中国的让他们可以往这个地方去飞，因为他们是国际组织嘛，国际飞航组织就都要跟他们申请。那台湾是不是国际飞航组织的成员？不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们中华民国可以参与的任何的国际组织，我们现在连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旁听员都不是，好不好？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他这个共产党就讲很简单的事情，从来就没有海峡中线。海峡中线那个是一个可以议会不能言传的一个事情，但是现在事情已经闹了这样子，所以说现在只有进一步的从海跟空这边慢慢的把你去逼近，让它越来越方便而已。所以从这个 M503的航线还有 W122、W123的航线的启用就很简单的意思是什么？这些都是我的内海，这些都是我的内陆，包括你台湾也是我的内陆，所以是说我想怎么飞我就怎么飞这完全没有问题的事情。当然我们陆委会就宣布他是企图以民航包装军事，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国台办也跟他回答了，大陆跟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海峡中线。有没有人反对这句话？各位你要看我们这整个世界上舆论有没有人反对这句话？没有人反对这句话。
是不是这样子意思？为什么？就回到我们上周去讲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台湾没有邦交国，你就只像诺鲁啊什么这些比较淳朴的，比较淳朴的人口比较精致化的人口比较精致化，国土呢比较袖珍型的这些国家，哦，它这些只剩下5个而已，好像只剩5个。所以他们在联合国上面根本也没法发声，那我们的政府也没办法去单独去参加任何的国际会议，所以是说中国他宣布台湾是这个地方，他们要启用他们飞航，全世界是没有任何的意见的，因为他就是认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你中国的航线，而且你在2015年你就申请了，那现在你要飞你就飞吧，对不对？你又不是说今天申请然后明天飞，也没有，是不是？你早就已经在9年前就已经申请好的东西，那你现在去做，那就没有什么意见。所以台湾再怎么去讲这些事情啊，是没有用的。说白了是没有用的。所以老师有人说，老师你是不是粉红的？不是这个粉红不粉红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摆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这个有时候世界上的现实你是很难去忽视它，很难去忽视它，对不对？它就是这样子啊，你没有它办法，就是这样子，你不然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的邦交国啊，如果再少啊，我告诉你，你如果到时候哪一天啊，你剩下3个的时候啊，那真的太危险了哈！这个这是共产党随时会来都没什么问题。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去非常留心，我们中华民国的邦交国有没有一个一个消失？每消失一个，就是我们面临这个中华民国成为历史名词的一个部分，就是一个时间点就会到了。就像中国，比如上海的制片厂什么地方，还有什么民国时期的建筑？不对啊，现在不是中华民国还在吗？我现在住的地方也是民国时期啊，有叫中华民国时期啊。但是没有人认呐、对不对？这个也是很现实的地方。所以说，包含的是说纽时啊，他们也去公开了一个报道，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台湾未定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了，就是在去做这个什么，做那个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那个地方来去做一些很复杂的一些讲法。事实上啊，这个东西也是没有办法去运成的。为什么？因为你去运作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时候啊，你就只是告诉中国，他现在未定啊，谁先到谁先拿，你知道吗？谁到谁先拿？你这个就明摆你知道激怒中国是说，那个地方你要不要拿？要拿，现在赶快拿一拿，拿下来就是你的，好不好？这个就变成是一个什么？一个把那个事态更严重化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 AIT 要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我们也是台湾百姓，你不用太去开心，或是有一些真的是一直抱持台湾地位定论的啊，或是什么，要不然认为雅尔达密约什么东西都是假的。好，那个日本天皇投降的那个文书里面，这些都是假的。有些人就特别称号指道，但实际上结果是什么？实际上结果是，包含现在连欧洲，连欧洲或者是中东这些地方，都开始偏向于什么？台湾跟中国是同属一个中国，而且是属于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所以这个变成这个国际上，他们慢慢成为一个现实。成为这个现实的原因是什么？成为这个现实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它是以王道辅的，不是啊，那是因为大家都穷啊，大家需要中国去给他们挹注一些资源啊。所以说，我们等下会谈到，就是包含了“一带一路”啊，还有这些中欧班列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影响？因为越穷啊，他们穷，他们需要很多的生意啊，就是我业绩下降了，是不是？你现在谁可以给我业绩，谁可以帮我让我国内经济变好，那么我就靠谁那边嘛。这个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外交的现实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现在台湾呢，整个地位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不乐观。所以说，这真的老师只能说，现在你去买房买车，尤其是在台湾或者在中国，或者在日本，或者在韩国，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什么时候你适合买车买房这些大笔额度的支出呢？我只能说你如果能的话，你再等3年，没有什么事情你3年内一定要做成的事情。我没有说全世界，我就跟你讲在亚洲地区，好不好？亚洲地区是偏那个中国、偏日本、偏韩国跟台湾。香港没什么事啊，香港怎么样都不关他的事，他已经是法外之地了，香港真不用理他。这几个地方基本上你要买房大笔投资这些东西，你尤其是买房啊，你就要去深的去思考一下，因为当国际局势动荡的时候，最保值的就是货币跟黄金。货币比如说就是你这个亚洲以外，比如美元、欧元这些黄金这些东西是可以保值的，这个房子是不保值的。你要说房子是资产，那叫和平的时代。你不和平的时代，在动荡的时代，那个是不保值的。比如说这次老师这个帮各位去批那个留言的时候，有些住在比较好的地方的比如上海啊，或者深圳啊，或者是一个北上广深吧。
就有朋友跟我说，老师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地方不会跌价，那今年到现在它已经跌了两成的房价了。这如此，我们可以印证到我们前几年的说法，就是你基本上你房子是不太能够，2018年、20就跟各位讲，这个房子是不会保值的，它只会往下降。那台湾现在因为我们利率是比较低，各位去购房的成本也是比较，利息成本是比较低一点的。是地皮成本是比较低一点的，所以是说我们感觉买房子是比较保值的。那是指台湾和平的状况之下，如果这几年肯定都会发生的这些两岸之间的一些雨祸或者是一些战火，那么你现在所买到的房子，那就跟日本一样，跟东老师的意思吗？买房子会跟日本的过去泡沫经济是一样的。泡沫经济的时候，你一间的房子你可能需要1亿日元，但是你在泡沫经济之后，它只剩下6000万日元的价格，那你是不是还要把未来是叠加的4000万的贷款给付掉？要付掉。所以说，为什么日本现在经济慢慢开始回升？要回升是不是因为它的经济变好，而是当年泡沫经济的人已经逐渐的开始把这个贷款都还完了。所以说，很多的家庭它传承到小孩的时候，这个房子是没有贷款的。对，像蜡笔小新的蜡笔小新他爸就是他一直还贷款还不完，有时候他还完了没有，因为他蜡笔小新一直把房子炸了，然后贷款要重来算一次，对不对？所以说，它就会容易像这个日本的泡沫经济一样，它是受到经济的打击，所以它的房子从打了6折，那个是不夸张的事情。但是日本人嘛，他比较守信用，所以说他知道跌价了，反正我不卖我就没亏嘛，对不对？不卖就没亏，所以他们坚持把它缴完。就是他现在经济开始从贷款的那个绑死地方里面开始做解脱。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台湾房子也是一样，当你两岸出现了一些很大的一些纠纷的时候，那么你现在房子的价格就有可能因为这统一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导致这个信心面崩溃，那房价你可能就跌了很多，跌了很多之后，你想卖掉，对不起，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财产法跟美国是不一样的，你就算破产又怎么样了？对不起，那个房贷你还是要还。美国是你这个房子还不起了，然后你就被那个银行赶出门，然后你变得 homeless， 但是你那个房子的贷款跟你没有关系。但台湾不是啊，那破产了，是不是？房子被台湾被银行拍卖了，剩下你还不够的钱，你还是要还他。但是如果你原来欠他的是500万或1000万台币的贷款，他卖出去如果只剩下700万，你还是还他300万了。300万那么好赚嘛？对不对？那个就有问题了，那就会变得很大很大的一个，你那个金融会你的经济上面就产生很大一个动荡。这个你要去注意，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我们赶快继续往下讲，不然今天真的讲不完。把价钱可以都可以哈。五财神关公庙可以，关公庙可不可以？可以，关公庙可以哈。大陆股市什么到2400点？我没看大陆股市，我不知道呢。大陆玩股票的人不是非常的多了，你们觉得很多的是就你们那些人多了，但是大部分以人口比例来讲，玩股票的人不多，不然他不会只有2400点了，好吧？那个真的是不多了。所以现在即使国民党执政，中共也会打台湾吗？把台湾的治权收回去，这件事情是不会有逆流的状况。今天就算是韩国瑜当总统，结果也是一样的事情，好不好？我其实不是因为我政治立场比较偏谁的地方，我告诉你，这个谁当总统，谁当立法院长，这个事情都不会有改变，因为对于中国来讲，这是他们的一个国策，他们的阶段性就是为了要把台湾收回去，完整他们在亚洲所有的海防。还有他们的一些经贸路线，台湾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当然也不会所谓的留岛不留人，这个事情那是一些偏激的人讲，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好吧？那个是不可能的。台湾哪一天如果被统一了，基本上我敢这边跟各位讲，共产党他一定会宣布台湾的外债他概括承受，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就是这样，俄罗斯之前把那些乌克兰什么东西，他们自己让他们独立的时候，这个债务呢是由俄罗斯来承受的。所以这个东西它会变成一个什么稳定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既然是概括承受了，那么后面包含了你的劳保、健保，还有公务人员，还有中央存保，还有你的货币价值都会被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来稳定。因为台湾崩溃，它就会影响到联姻效应，你很多的国家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因为台湾为了编了几千亿的某些特别的预算，我们是有举公债的，我们的公债其实是蛮高的。各位你要知道，有兴趣各位自己去查哈，我就不要这边讲了，讲了到时候我都会出问题，好不好？那记得这边哈，你这个基本上不用太担心这件统一的事情啊，只是说你的房价会受到影响，好吗？房价前台湾的不是有钱人不是少很多吗？现在有钱人应该亏损在抛售房地产吧？
所以说你就可以去看日本在泡沫经济的时候，对日本的整个整体经济，它是不是有造成一个空白的20年？各位，这个我们从历史上可以去看到的事情。只是日本它不是因为被统一，它是因为被经济制裁、工厂协议，导致他们这个整个兵败如山倒，而且他们的经济被吹捧过高了。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那台湾的经济也是一样，哈，我们的经济体制不足以我们撑高这么高的房价。不足以撑到那么高的房价，所以是说你现在把房价把它炒这么高，它本来就是会破灭的地方，它只需要一个理由让台湾的整个房价被破灭掉。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吗？新加坡其实还好了，新加坡其实你不用太担心的事情，因为新加坡它钱很多哦，它虽然是东南亚的一个经济的中心，那按照新加坡政府来讲啊，你们新加坡啊，它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嘛，因为你们土地全部都是政府的，对不对？那问金林老师，他也是来自新加坡，不是新加坡人，他新加坡长大的，是不是？你们有主屋，你们有很好的一个社会制度，所以说，基本上维持这个平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们的政府的人员交接上，能不能把这个李光耀的思想继续传承下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但目前看起来啊，有点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大概30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状况，所以你可以等30年啊，那个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新加坡可以维持30年的繁荣。没有问题，因为它会传东南亚，包含那个“一带一路”啊，或者是 RCEP 啊，很多的资金往来跟企业总部，它还是会建在新加坡，因为它三不管地带嘛，是不是？美国跟英国你很难插手新加坡，中国也不会去为难新加坡，而且新加坡领土又小，对，含个这个你管的地方也就那个嘛，也就那个小小的地方，是不是？那基本上它的对世界各国的一个利益关系并不是这么大，所以是说基本上比较稳定的，好吗？年轻人未来有自产房的计划，你随时都可以自产啊。你看你要买个，你不能是说我今天收入就是这个钱，然后我要买台北市中心，不可能的。你云林有没有地方可以买？有啊，对不对？桃园有没有地方可以买？有啊，有便宜的地方可以买啊，对不对？台湾北部也有很便宜的地方啊，瑞芳啊、万里啊、金山啊、三芝啊，都房子都很便宜啊，你要不要去买？对啊，你觉得太远，那就是需求度的问题。说没有买不起的房子，就买不下手的地点，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战争风的那个老公寓，对，还是有说不要说年轻人能不能买房子可以，但是如果你上班的地方是在桃园，那你就不能买金山万里，对，你在台北市上班你就不能买金山万里，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道理，在这个地方，好吗？好，那我们接下去哈，我们看第二点了，这个之前来不及讲，我们赶快跳过去哈。这个呢，最近有朋友一直来问，之前在这个礼拜有人来问了，德州到底会不会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变成德州共和国？会不会那叫德克萨斯共和国，就不能叫德州了？对，它不是州了，就变成德克萨斯共和国。哈，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难的。虽然现在就是德州啊，它现在包含它的一个副州长，他说他们有宪法有权利，他们可以自己独立，然后有这种状况，也包含了说德州他们的民风是比较剽悍的，他们对他百姓的持枪率也是非常的高，几乎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把枪的意思。所以说你去禁止他，就算他已经是说禁止是说百姓不能持有，比如说机枪哦、机关枪这个东西哦，这 auto machine gun 这个机关枪的东西都不行拥有。但是在德州的民间啊，它还有3万多挺的机关枪在里面，所以他们的军火他们是足够的，你知道吗？只要打起来，军火是很足够的。所以现在发现呢，全美有70万人开卡车啊，奔向德州去相挺。哦，这个当然共和党他大战，这是美国精神。各位，你要看到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觉得跟我们过去在台湾所遇到的状况，是不是都很类似？对不对？天道好轮回，是不是？这个公理是饶过谁？所以是说，过去发生的事情啊，未来一定会再发生，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那德州会不会叛变呢？这基本上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因为你今天如果德州它今天独立出来变成德克萨斯共和国，那么请问一下，他的选举人票能够给特朗普用吗？不行，你知道吗？懂老师的意思吗？他既然有票，他对于选举总统是有影响的，那么你今天在支持他去跟现在的执政党作对 ，OK， 但是你要独立，那他就没有票，他就没有少了德州这好像有3票选举人票，他就没有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就是说他是支持共和党的，他如果独立了，共和党就少了这3个选举人票。那如果他没有这个德州这个票，那是不是其他人呢？那民主党拿到，他是优势比较高。所以说共和党他需要乱，他是希望乱在有限度范围之内，乱到是说他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但是他不会让 USA 变成 USB， 对不对？不会让它变 USB， 变 USB 的话，那以后你选举对共和党就是一个伤害，因为
这个国家的领土丧失是在他们的鼓吹下，这个不要说谁认让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你是因为共和党的鼓吹，所以他们的那个气氛越来越踊跃。但是他实际上，如果你要叛变，你要自己宣布独立，虽然当时他们加盟这个美利坚共和国的时候是有允许他们可以是说，在他们认为要独立的时候，他们可以独立，但实际上这个不符合各政党的利益，所以他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啊。那个是有很大很大的争议。那各位也先记得一件事情，德州基本上它以前是墨西哥帝国的领土啊，是美国窃取它的窃取那个德州的，好吗？这个美洲的历史啊，其实各位可以去世界历史上去看一下。其实领土从来不是属于特别哪一个人的，就是赢的人拿了。那现在谁赢呢？现在美国赢嘛，是不是？那德州能不能去说，哎，我今天就是我这么多的机枪，3万多挺的机关枪，然后我们又有步枪，对不对？我们又有军火弹药，我们还有70万人来挺我们，那我是不是可以争取独立啊？这个可能比较难了啊，这个是比较难啊。这个一旦成真了，那个什么英国爱尔兰那边就立刻就起来。我告诉你，很多原来在他们统治之下一个脆弱的联盟，很容易就开始遍地烽火。这个东西是会有连锁效应，那个遍地开花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同样的状况，你看在欧洲就比较不会这个问题。欧洲它一开始就让你小国家不断的林立，它不是一个大共和体制，只是当时它把它变成欧盟体制之后，大家还是必须要休戚与共，但是各自管各自的。但是呢，我们对外讲一样的话，所以这个整个世界它的一个模式是不一样的。但是欧洲的模式是不是可以维持很久？也不会，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历史就是这样，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说，现在美国它这个东西会不会把它分裂，这个很难。因为时间还不够久，可能要再晚一点的时间啊，不然的话，其实不用太担心啊。这个德州它会变成战争状态，虽然这个有人在社群媒体上说德州已经变成内战状态或战争状态啊，这个是比较难的事情。当然，也有在美国的一些特定的频道跟媒体说啊，这个德州会进入战争状态啊，这是中国害的，中国在放假消息。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假的，老师不知道了哈，谁放消息他不会跟我报告嘛。但是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在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在。所以说现在德州跟加州他们的这个移民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但这么严重的移民问题啊，当然就对他们就业率还有他们的一个生活的质量跟百姓的一个融合度啊，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要的就是说，希望川普能够回来，重新把那个边界、把那个墙把它盖起来，然后禁止移民进来。这个就变成双面刃了。你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大移民国家，但是你现在要拒绝移民，然后又是完全的给土生土长美国人给他们最高的权利，然后最多是把那个非洲兄弟然后一起拉起来，大家来一起来排斥另外的其他种族的人，比如说老莫啊，或者是一个中国人啊之类的，这个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而如果川普他会不会又再上来？当然，老师认为是比较难一点，但是我们到最后今年年底来看这个分析嘛。但是如果川普又上来的话，那加拿大它的原本跟美国之间的很好的一些 FTA 也会产生的问题。所以说，你说到底他们支持谁要上来的问题，你要考虑到谁上来之后啊，整个世界都会因为美国下一任总统而导致的，你可能在西方的经济制度上面，还有西方的霸权，都会面临到一个极大的挑战。还是一句话，我没有不支持特朗普啊，因为我也不是美国公民，所以我没有不说支持或不支持特朗普，只是说他一上去的话，包含加拿大、包含澳洲、包含其他的欧洲国家，他们都会面临到一个什么？美国会把他们再次抛下的一个问题。再次抛下，那就很简单，你的乌克兰战争、你的红海战争，还有你的这个南海的问题，他都会把所有的军政把它收回去，一股脑的只让自己变好，重新变成大美国帝国。这个状况对这些刚才被抛弃的这个地方来讲，他们的信用跟他们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各位你要想到这个后果在那个地方，更不用讲台湾了。如果特朗普上去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准备一下5星级还实在一点因为台湾这个战场打下去太伤美国元气，就算美国能打赢，他付出的代价绝对是巨大的，而且他只要就算打赢了共产党，中共共产党。但他也没办法更多的余力去对付胡塞组织或是真主党或其他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战争就有战损。所以说，为什么美国他没有太去把他军队放在乌克兰战场，没有把它放在这个那个中东战场？那是因为有，但是也就几百个人牺牲，了不起1000个人牺牲，但是他没有像越战一样，那上万的美国士兵在那边丢下了脑袋。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个战力了，也没有这个国力可以去让你去消耗了。包含你在阿富汗那个地方，他们也消耗不起，所以是说
现在他们要去介入南海战争，假设特朗普上来，玩完了，真的就玩完了，好不好？这个就是怎么样 barbecue 了，就没得讲的事情，然后这个就一定会完蛋。好，那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休息1分钟，我们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美国面衰退，美国经济已经在衰退了，没有什么问题。台湾房子不建议买，因为未来会跌，现在市区买也会跌。我没有看到赚的契机啊！你战争这个事情，统一那个是一定的，在这几年会发生。既然会发生，那么你现在买就不是好时间。你钱没地方花吗？你急着去贷款买房吗？我告诉你，就算你现金买房，我都不建议。现金把它买断，我都不建议，因为你明知道这个事情一旦发生动荡，你房价就会跌。那么你为什么不跌再买呢？你对了，那如果没有打仗，然后没跌，那它也不会涨多少，因为台湾人的薪资跟不上这个房价涨的速度，到最后都是泡沫化的。你看不到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它的房价被炒上天之后，那个国家不会泡沫化，你几乎看不到。我告诉你，韩国是不是这个样子？韩国还是全租房哦，它是不是房产泡沫化？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的嘛，就是它就泡沫化了嘛。日本已经演给韩国看了，韩国不相信，继续炒，一样泡沫化。下一个在哪里？下一个台湾。你说香港会不会泡沫化？香港它会做海虎新生地，而且香港他们的一个珠海大桥，还有他们的那个整个内地的口岸，它会把它人慢慢代谢过去，所以它可能会涨，但是对百姓来讲，他们其实会慢慢培养出来，往内地那边去居住，然后做个通勤的可能。所以说这个交通问题啊，基本上未来共产党他们会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让百姓住不起、活不下，那个一定会造成造反的问题。那安定跟稳定，那是共产党对百姓的最高要求，好吧？不是最低要求，是最高要求。你不能给我做断，做到我就弄你，好吧？好，然后我们就把它讲完哈，这个后面的真的讲不完，我尽量，好不好？所以说，我们看到美国这个战争问题之后，我们要注意到第3个问题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会有现在为什么大家要吵这些事情？为什么现在没事的时候你必须要讨论到这个战争呢？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在于是说美国的经济是比较糟的，包含这次的美国商办的这个，包含纽约啊，它这些商办大楼的价格一直不断的去跌，这会跌的东西啊，我相信在我们的去年的年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预测到这个问题了。2023年年中，我们预测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你的贷款利率不断的上飙，但是你的公司没办法挣这么多钱，而且你公司自己不是只是为了付房租，你还有你公司自己的一个融资跟贷款。在美国，你去跟银行借钱那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你借钱成本太高了，高到是说我今天不但要付高涨的房租，而且我还有自己的成本垫高，然后什么呢？为了要去抑制通膨，或者是让百姓能够活下去，所以说你又调高了最低薪资，那就回到我们一直在谈到，这是一个死循环。你物价高了，百姓的收入就要高，百姓收入高了，你物价就更高，物价高了，百姓收入又再调高，那你的成本每一个人不断爬楼梯，一直互相竞争，到变很高。这个事情早在中国的各个朝代都已经演奏过了。哦，宋就什么可能秦朝是比较没有，秦汉2个时代比较没有，但是到唐朝那个地方就很明显了，因为经济的发达跟那个外国的贸易越来越多，在唐朝我们就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盛行，就是房价跟物价还有百姓的一个收入都不成了正比，就只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包含了一些唐宋八大家，对不对？他们在京城都活不下去，不得去租房子或借钱，不然他们活不下去。为什么啊？因为房租太贵，房子也太贵，土地就这么多，怎么办？然后就很难过下去。所以说这个问题一定会造成了每个朝代的崩溃。那美国现在遇到这个问题，商办在跌价，那就包含了银行你会有烂账，因为你这个跌下来的商办，你要再把它出脱出去拍卖掉，来取回你原本可以取得到贷出去这个钱的成本，这个是有争议的，就没有这么严，没有这么可以是说怎么样呢？把它摊平的，所以就发生了很多，包括纽约的社区银行，他们就亏损超出10倍。为什么？因为它的资产膨胀太快，资产膨胀不是件好事吗？我们的这个什么实力越来越雄厚啊，不是的。就回到一句话，今天房子被银行收回去了，它要卖掉，然后换成美元回来，它才叫真正的资产，叫钱。但是如果我今天放贷出去的东西，各位你要知道，银行自有的资金可能只有8%到8%左右的钱可以做，8块钱可以做100块的生意。所以说我先把92块钱里面的70块都借出去了，然后呢，这些资产都不会再给我回来缴这个贷款利息，然后就变得我手上满手房子，就是我资产膨胀太快，我满手房子，那么我要把它卖出去来填我自己的空，可不可以？
一时之间不容易，所以是说它的亏损超出10倍。当然，这个地方很多分析师是认为是说这个是纽约的特例，因为你说纽约啊，或者是加州啊，或者是那个 LA 啊，他们会有这个问题，但是不是每个地方的商业都这么兴盛，所以说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标杆性的这个一个中产阶级以上的这个区域啊，它就会产生了这样子的资产松动的问题。但是联准会它有没有要继续的一个降息的打算呢？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去年就说，它在第一季可能是有困难的。当然，第一季现在只剩下1个月了，对不对？今天2月4号，只剩下26天，那代表是说这26天它要降息的几率本来就比较低了。所以第一季要降息的几率，在我们过去的预测是比较难的。那现在大概也是这个概率。那你利率不去降，那么你要再去买房子，或是再去竞标这些刚才我们所谈到这些商办大楼，他们要收回来资产的概率就比较低。所以是说，包含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个欧洲版的恒大，奥地利的一个 Signal 的一个集团，它也破产，它是奥地利的首富，还是这样破产。它的破产就些烂尾楼，这些烂尾楼潜藏了300亿的负债，这我们上个周讲过，受害银行就120家。就120家的状况，就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发现美国经济是不是有影响？当然是会有影响。影响在哪里？高利率之下，里面你看似现金、看似资产、看似财富的东西，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制造出财富出来，只能不断的让这个他们的账面开始膨胀，膨胀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还是要破。一破的状况之下，美国过去发生的事情，它未来也是会发生。因为那个欧洲不能再给它当充电宝了，而且包含了特朗普如果上台。那么欧洲一定会特别防御美国的那个帮他充电宝反冲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他们也会这次也会叫防线，说美国的问题啊，这个事情只能他们自己去处理，其他国家基本上很难帮他们处理。而这个同样的状况之下，美国的对手当然就是中国了。那我们跟各位借5分钟的时间。所以说啊，美国现在它的黑名单啊，现在开始怎么样呢？开始说啊，我把中芯国际之类的3家，我们把它给它剔除掉了啊，你们可以跟它往来了。但是包含连长江存储这些企业啊，就变成美国的黑什么军工产业的黑名单。那这个东西对中国有没有影响？这个东西影响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来讲，他们去给中国去制裁这些，比如说长江存储这些东西啊，他们已经有一定的水准，比如说做到 HBM， 就是说他们可以把很多块的一个晶圆合成一个可以去运行这个 AI 用的一个超级记忆体。但是你要合成那个，他们有这个技术是没有错，但是他们这些的设备，他还是需要跟美国去买，比如包含长江存储一样，他也是要去跟美国去购买他们的设备来合成这个 HBM 这个超级的记忆体。那这个美国的跟谁买？美国的科磊公司去买。所以是说，中国有能力制造，但是现成去跟科磊买最快。那如果这科磊如果把它去限制说不可以再卖东西给长江存储，那长江存储也可以制造出来跟科磊类似的设备，他们也可以自己去用，这是迟早的。但是科磊有没有被限制说你不能把东西卖给长江存储？是没有的。那科磊是没有被那个限制住的哦，这就变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是比较混乱的，还包含了这些制裁的问题啊，还有中国自己底细的问题。所以现在印度也是蛮聪明的啊，印度有一个声音啊，就是他们的一个是副外交部长啊，应该是外交部长，他就发了一个叫苏杰生，他就发了一个文章是说，他在1月30号是说啊，他们不应该去害怕北京，印度应该有能力跟中国竞争。意思就是说呢，他呼吁说印度政府应该怎么样，不要什么事情都跟中国对着干，你要想办法跟他合作，合作里面呢再跟他竞争。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其他人就因为你很常常去阻碍到中国在厂商，还有一些美国的厂商或者英国厂商在印度本地出现问题，然后呢就完完全全你们只维护自己的，或者把人家钱给扣下来，而不是做一个正常的竞争的话，那么这个事情你印度也很难，未来很难去发展，未来会很难发展。所以他希望是印度能够去开放中国跟他竞争，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卡别人的这些资金，不要再卡别人的这些政策，好，大家良性竞争的状况之下，那印度才能够重拾对其他国家对印度的信心，那人家才来这边设厂，不然上一个设厂进来的跟小米一样，我钱赚了。但是你后来立个法说你这个赚的钱是不合理的，就把它没收回去，然后没收哪里去其实也不知道，反正大家就分了吧。这个状况就会变得很严重。所以印度现在的整个外交的环境啊，其实看到它的整个经济一直往上成长的原因是因为它人口很多，但是你分担回来到他们的百姓的竞争力跟他们教育跟他们的水平啊，那还蛮糟糕的地方。
所以说啊，像印度现在也在考虑到国际的现实，他们要做一些方向的，是不是要调整？有这个声音啊，但是他毕竟苏杰生他对印度的政局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他只能呼吁，但是这个事情也算是只是一个微风向。而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红海的危机啊，像胡塞组织啊，他开始攻击美国的战船，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就是说怎么样呢？你既然被胡塞组织去打了美国的船，然后美国还不敢过去把它消灭掉。是不是？那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大家就觉得是说，你美国你连你自己的船都没有保护了，那么你北约我们还要靠你，我是不是有点不大现实啊？在这个状况之下，大家对红海的安全还有欧洲你要去进口一些商品啊，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一些安全上的隐患，因为他们毕竟不会打中国的船，但是中国船又没有很长去往那个地方去走，也不是大量的去走，因为他们也没有很长的去跟中国进口每一样东西。那这个就发生一件事，什么事呢？就变成是说红海的危机啊，就让中欧班列的货运量倍增，也就是说我海路走不清，对不对？我不是靠中国的船，我自己的船会被打，那么怎么办呢？我从陆地上走行不行？说中欧班列啊，现在怎么样呢？像现在运费不断的上涨，上涨多少呢？上涨到300%，300%了这个其实涨得比较高，因为你很难抢到这个位置。那就变成是说，中国它跟各位去宣布是说，它不但有海军的实力，它也有陆上的实力，它是海陆双栖的，加上它自己有自己的军队。比如是说，在那个裴洛西他离开之后啊，其实日本最近也有公布这个消息，就中共的军舰啊，好像有3艘一直在我们的北海的一个地方台湾北部那个海域啊，在那边驻守，他没有离开。这个其实也是日本也是示警出来的，但是我们的国军能够不知道吗？也不会知道，但是讲也只是对他们没帮助，他们就不用去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中国，它在这个地方去把这个触手不断往欧洲、往非洲这个地方去迈进的时候它从海陆空这3个角度里面去跟世界各国去做友好的经济往来。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就可以说，你跟帮助你们，我让多点利也没什么问题，对我帮你们让经济也可以做得更好，也没有问题。那我就问你一件事情，台湾是不是我的？你说是啊，那大家好朋友，那我们就好好来谈一谈我们后续的合作跟发展。那要是你呀、你就在欧洲，好吧，或是你就在一个离台湾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的，台湾跟泰国你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哪个地方的。那中国问你，我们好好做生意，但是我想问你意见，台湾是谁的？你会说台湾是台湾的，还是台湾是中国的？跟你没关系的事情，你一定是站在那个地方去讲，这是很现实的事情。所以是说这个事情，那整个红海的问题产生了问题之后这个欧洲反正很头痛，美国也很头痛，所以说现在英美也在考虑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比如说英国的外相卡麦隆之前的什么那个他们的外相卡麦隆，他们就想过一件事，是不是说英美是不是有机会去考虑承认巴勒斯坦为国家？那这件事情就变成说以色列就不能够继续的无限上纲，继续去影响这个国际舆论。这个人有这个想法，但是能不能做到？我告诉你，那个是做不到的。因为什么？因为特朗普他是完完全全站在以色列这一边。特朗普上来，那么以色列的腥风血雨还会再继续。但是继续归继续当美国他把拳头收回去之后以色列的继续，他可能就可能会被反扑。现在人家不敢，穆斯林不敢太明目张胆的过去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帮他去打仗，原因是因为美国还在附近。如果川普上来了，那这事情就是两样了。那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他一定要往那个地方，穆斯林开始集结，那整个中东地区对以色列来讲那肯定不是一件好事。说现在最好的问题就是赶快停火，但是让他雅胡不能够停火，因为他一停火他就得下台，那就完蛋了这个就完蛋的事情，好吗？后面本来讲到是就还有一件事就是说，现在在1月30号的时候这个央视里面有讲过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他在福建省东部海岸的某个区域在进行了导弹发射的训练，也就是说呢，福建就简单东边哪里，东边台湾了，就这么简单。他们已经开始做武训了。做武训的时候，就时间不会太久。我还是跟各位讲，我不是因为谁的关系，然后我跟你讲危言耸听，而是对方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了。这个他就是已经会做这件事情了，他们决定就做这件事情了。他们已经在福建明目张胆去发射导弹训练的时候，那个已经没什么好讲了。各位你要去记得前2周的时候，这个解放军他们中共那边有发出一个宣言，统一台湾这件事情，他的权力是在解放军，意思是什么？今天解放军要打就打了，懂我意思吗？就说这个是我们军人他要维护自己国土完整。是不是他们要进行收回台湾的动作？那这个代表共产党会尊重解放军的决定，
这个是甩锅的意味，各位你知道吗？这个整个世界上的大乱很快就会来到哦，很快意思不是明天的，好不好？这可能1-2年之内，我们就看到整个局势啊，会变成一个很严重、很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台湾为中心哦，还有南海、还有日本海那个地方，会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这个各位一定要去注意，好吧？好，我们尽量把题目点到哈，那后面我不能继续讲下去哈，这个再讲下去就讲到11点讲不完，好吧？那什么问题哈？没什么问题哈。不看好长期趋势，最好调节的动作是真的哈。好，感谢各位哈。那记得哈，我们的那个留言已经批完了哈，这个还没收到的或者有什么问题的，你原信件来回复老师，老师才知道你是谁，是哪一位，那你牌是什么，那你问问题老师才能够知道。那有些朋友在说啊，老师可不可以你跟以后可以跟2023年、2022年批2023年留言一样哦？那真的几个重点来讲，那也是可以啊。老师明天再考虑我们要怎么去做比较好，但是老师一定会越做越好的，好吧？一定会越做越好的事情。好，那最后我们今天还是要讲一下，今天是立春，那这个立春啊，在20个小时之前啊，宣布立春之后啊，就代表我们踏入甲辰年，从今天开始出生的小孩啊，都是属龙的，你不用等到除夕或者是农历1月了，这已经是龙年了。这个龙年啊，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天灾地变跟人祸，什么事情都比不上减少负债、手握现金、准备粮食。这个还要来的重要。老师没办法告诉你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会出什么事情，但是天灾地变人祸一定会有，而且会很剧烈。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感谢黄子清的赞助，谢谢。